换完盆花枝烂根啊，反面教材，咱们很多人整的业务非常熟练啊，啪脱盆加土干肥，窝楞窝楞，然后再加土，电滚水，咔咔一浇，齐活到这花你去长去吧。哎，过2天耷拉了，萎蔫了，叶片干了。你不了解本质，你靠意念让花去复盆，让花去长根，让花去成活。咱们换盆啊，要看它这个根儿。如果你不是说冲根盆啊，那根长得齐刷立正的啊，它一直向下长，咱们要手动的破土球啊，调整根系的一个生长方向。破土球怎么破啊？咱们可以选择用水啊去给它冲洗啊，把周边的这些黄泥土啥的给它冲掉啊。如果是圆土球、营养土种的，是吧？根系它盘扎的比较狠啊，比较厉害，咱们可以轻微的啊进行摔打，来转圈去摔一摔啊。摔打的目的让它这个根系啊裸露的更多一些，这样啊，它换土的时候，这根儿它往新土的方向去生长。另外啊，这个根系生产以后，它和新土接触的表面积啊增大了。它哪怕有1、2、3、4、5条根儿，哎，没覆盆烂了啊，土质不好烂了，那么它可能还有什么6、7、8、9、10、12啊、35更多的根系。接触到新土长根儿，这就是概率的问题啊，它生根的概率大啊，成活的概率也就高。那么第2步啊，你要了解这个根系它凭什么去生长，它为啥要长？咱们说你换土，新土它什么环境它才长啊？要有空气，对吧？这个是生根的最主要的因素啊，要有空气。那么这时候啊，从你配土上来讲，是吧？土质不要过细啊，避免你浇水以后空气进不去啊，空气都被水挤走了，那么植物根系它没有氧气，它不生长。那这个时候换盆这个土壤啊，你要选择好一点的土，它事半功倍，是吧？你可以自己配啊，配土的时候里边可以加一些颗粒啊，比如这个青石啊、珍珠岩呢，包括这个火山石啊。哎，性状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的啊，你去选择配土。如果说你环境不好，你可以多加一些颗粒嘛，并没有那么复杂。你说我懒得配，我不会配啊，就像咱们家里不会做饭似的，你点外卖啊，咱们配好的中南大窝土啊，你一看珍珠岩火山石树皮，保水的同时非常透气啊，土还非常干净。你换土的时候手比较干净啊，没有泥啊，不像你买的大黑土啥的啊，不好的土。一换完以后，手全是泥。那么根系已经抖落完的啊，还是说松散种植，咱们辅助手啊，给它平移到花盆里啊，这样接触新土的面积多，它发根概率特别大啊。就是在我这儿的经验就是什么，换土解千愁啊，换一个土满足植物它对新土里边养分的一个需求，同时还方便了咱们人啊。你配土啊，换盆的手法是吧？简化咱们日后啊浇水的一个难度是吧？这样植物它才好活啊，你养起来才越来越简单，并不是说你换个土反而这花越养越难了啊，还不如不换了。咱们换土的时候啊，周边土添实，可以往下压一压，你也可以拍盆壁，让土尽量的下沉，保证它这个根儿和土充分的接触到啊。这时候根尖位置它开始翻黏了啊，分泌粘性物质，叭嘎往新土里边扎，这就赢了啊，它就活了。再有一点就是，咱们不要埋的太深啊，那根儿它不朝天上长，它朝底下长，茎干尽量露出盆面啊，甚至室内养护盆面可以稍微露点根儿。然后咱们再说用肥啊，这时候咱们可以用一些助于植物长根的啊，我用的是咱们这个开花长根的微生物有机肥啊，长根调酸，防治土壤板结，它始终在土里边进行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繁殖分泌啊，维持一个良好的土壤微生物生态啊。这时候你土是活的啊，它不存在说我这个后期土板结了，只要咱们每个月坚持用啊，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微生物就是土壤的生命力，有活性的土壤啊，它才能养出来有活性的根系啊。随着根系生长，随着植物壮大，那么这个植物它就越养越好养，越养越健康。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苗。这个1周左右啊，然后咱们再给它进行链苗，逐渐的去增加光照，这个它就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换盆的过程啊，就是换一次盆其实是解千愁的一个问题啊。很多人就是换盆越换越难，越换越难啊，掌握好技巧是吧？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